听到8000到1万的退休金之后，公交车上的女孩是彻底的破防了，对着一个陌生人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每天当牛做马，1个月的工资才3000，你们退休遛弯却能拿着1万到8000的退休金。之所以你们能够拿到这么高的退休金，是因为你们之前是掌权的，所以你们给出的待遇才会这么高啊！你会发现啊，一帮退休金18000的老人，经常是早晚高峰期间去挤免费的公交车，那些拼命工作一身疲惫的年轻人还得给他们让座，有些年轻人的身体啊，甚至都赶不上那些老人了。现在是行色匆匆忙忙碌碌的年轻人，早上吃一点来历不明馅的包子，中午呢再随便对付一口能够预制加热的午餐，晚上呢挤公交车再回家，基本上到家之后就完全不想动了，1个月几千块钱，这就是现实版的卖炭翁啊！就是这些老人们1个月18000的退休金，再加上逢年过节慰问的柴米油盐，根本是吃不完花不完的。他们才是真正的有存款有钱的人，甚至每个月还有进项，比那些上班干活人的收入啊，那可是高出了不少啊。所以说这些老人们，你们去跟年轻人挤什么公交车呢？咱完全有能力去打一个车呀，或者说你过了上班的那个点儿再出门。其实我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老年人啊，他坐公交车其实就是去早市或者去爬山。生龙活虎的老年人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在此刻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。当然啊，这个事情是没头没尾的，不知道前因和后果，不过大概后面也可以猜到他们的对话。那老人大概率都会告诉他，我拿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是单位给我发的呀。确实也是这么个道理啊，退休金多少目前都是合理合法的，但是为什么有人拿100，有人能够拿1万呢？这个差距好像是大了那么一点啊。一个人能顶100个人啊，1万的那个人看病报销的也多，基本上平时花不着什么钱，但是那个100的连吃基础的药他都不够，很多人都是艰难的维持度日啊。有句话说叫做输在起跑线上，但是这都快到终点了，又输了一遍。这样的人生基本上可以算作为双输吧。然后我又看到新加坡的退休金是打破了职业的界限啊，3教9流，无论是农民工、医生、律师等等啊，以后退休之后的退休金都是一样多的。新加坡当局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说的：年轻的时候工作对社会产生的价值和贡献确实不一样，创造的价值也是有高和有低的，但是工资的高低、工资的环境优劣已经给你做出了相应的补偿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做体面的工作，你创造的价值可能会比别人价值更高一些，但是你工作的环境也比别人高出了不少啊。人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你是坐在空调底下吹空调啊。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无论你是干什么，并不是从事什么伟大的事业，而是一个拿工资的工作。说白了哈，大家都是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，但是退休以后大家都是一样的了，都不能创造什么所谓的社会价值，所以说就应该拿到同样的退休金。新加坡这个做法啊，反正我是听起来啊比较是有道理的哈，起码有那么一丁点道理。你的贡献大，年轻的时候在你的工资上已经给你做出了相应的补偿，现在大家都退休了，在公园下棋，你下一天300，我下一天3块，确实有点是不平衡哈。这个情绪失控的姑娘呢，可能也是她自己的原因哈，自身本身的原因。但是啊，我们这是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啊，红利应该普及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全球第2大经济体能让年轻人这么歇斯底里的在公交车上发疯大喊，那简直就是一种嘲讽啊。当然啊，你也可以说他自己本身不够努力，或者说他是一个个别的个例，再或者说他就是看着
眼红而已。其实也没有必要抬杠啊，生活不如意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啊。以前我是比较痛恨那些卖保健品的啊，专门给老人推荐各种神奇的保健品。现在啊，换一个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，年轻人他也买不起呀。天不生无路之人，地不长无名之草，因果循环，愚昧、狂妄、诡诈和苦难，也许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。